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起笑实验室的范雪伦。今天我们来用3种不同的十字花科蔬菜做雪里红，比较一些差别，然后分享给大家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方式。雪里红本来是一种被称为雪里红的昼夜芥菜的别名，呛辣的气息在腌制后会转化成独特的清香，但是因为这种菜并不是那么容易取得，常见会用其他十字花科的蔬菜，像是大小芥菜、萝卜叶、青江菜等等来取代。十字花科的蔬菜都带有芥子油苷这种成分，细胞被破坏之后，透过酵素作用产生带有芥末感的辛辣气息。这些香气虽然和雪里红不完全一样，但因为取得方便，很多人这样做。也许不是最正统的，但我们可以就当做一种美味的浅渍蔬菜的做法吧。洗净后要稍微晾干，避免多余的水分稀释后续我们腌制要用的盐分，程度只要到不滴水就可以了。我们这次用的蔬菜有萝卜叶、小松菜和青江菜，这些都是小颗菜，茎都不算厚。但如果选择使用大芥菜这类大颗菜梗比较厚的蔬菜，习惯上就会先日晒，把蔬菜晒软后再腌制，要不然茎部会比较难腌透。为每种菜准备好菜重2至 2.2% 的盐之后，就可以来抹盐了。要注意，像青江菜这种菜梗厚且层层交叠的蔬菜，盐建议要仔细的揉进交叠处，叶片轻轻带过就可以了。小松菜也是以菜梗为主撒盐，不过比起青江菜，小松菜的梗薄很多，也比较容易分开，制作起来就比较轻松，叶片就一样轻轻带过就好。你会发现菜梗越薄的青菜出水软化的也越快。如果希望快速入味的话，就可以选这样的青菜来制作雪里红。最后是萝卜叶，浓郁的辛香风味非常适合制作雪里红之外，它的营养价值也高于萝卜的根部。腌制之后风味会变得柔和，并且带有爽朗的香气，很适合用来制作日式饭团。接下来帮每一种蔬菜都压上重物，帮助青菜出水软化。菜梗越粗的青菜，我们就想办法多给它一点重量，并且让重量集中压在菜梗上。重物不够也可以拿锅子装水进去，整体的重量有菜的3到4倍重就足够了。压重物的时间至少会需要1至2小时左右，像萝卜叶这样细梗的蔬菜，所需要的时间就比较短。我们的目标至少要让菜梗的部分软化到可弯折的状态。你也可以依照个人的口味喜好来做调整，压菜的时间越长会越入味。像青江菜这种叶柄一层一层包覆的蔬菜，建议也可以压更久的时间，确保腌透。最后我们稍微把叶片多余的水分挤出来，装盒冷藏至少1个晚上，让蔬菜充分入味。冷藏保存最多就放7天，如果7天内实在是吃不完的话，可以切丁之后冷冻。忙碌的时候直接取用，就不用从头开始处理蔬菜。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怎么利用这3种雪里红制作不同的料理。首先来用萝卜叶做日式饭团。做饭团的米建议可以提前清洗泡水冷藏，过程中稍微搓揉一下米的表面，让水更容易被米吸收进去。泡水的时间建议至少1小时，最多不要超过1天。如果浸泡的时间比较久，以台湾的天气，建议一定要冷藏。这是第2天的早上，首先把萝卜叶的根部去掉，再来切细，这样等下比较方便制作饭团。然后用中小火加热麻油，稍微把萝卜叶炒出香气。建议可以加入少许的糖来平衡咸味，拌匀让菜均匀过热，去除生味之后，就可以取出放凉备用了。白饭煮好后，先翻动一下，让热气与水汽释出。今天想要做2种不同的口味，在碗里分别放入适量的白饭后，萝卜叶的用量大概抓饭量的1/5到1/6，分别加入喜欢的配料后，先把料拌匀，然后准备盐水，比例抓2大匙的过滤水，配上1小匙的盐，
在捏饭团时，首先让手过盐水后再捏，能让饭团保湿并且维持口感。最后用可以把米粒捏紧但不会碎裂的力道，先捏成团，再塑形成自己喜欢的形状就可以了。萝卜叶在腌制之后，只要稍微炒过，就会散发清晰爽朗的香气。我们家连小孩都很喜欢吃，很推荐大家试试看。小松菜在腌制后，芥末般的香气会变得更加柔和细致，和带有油脂的食材很搭配。忙碌的时候，推荐可以利用油豆腐和贡丸，快速地做出一道有台湾味的常备菜。贡丸常温回温到按得下去的状态再切会比较安全。我使用的是无添加的贡丸，成分只有猪肉、猪背脂、特砂和盐这4样材料。无添加的配方切块时，切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平整，但美味完全没有扣分，能快速为料理带来猪肉的香气与鲜味。日本人很常使用薄片的炸豆腐皮来搭配小松菜，但台湾传统没有这种东西，我们就用油豆腐切小丁来替代。油豆腐在提供油脂的同时，也能吸收汤汁精华，搭配腌制过的小松菜非常美味。最后依照个人的喜好切适量的蒜末，备料简简单单的就完成了。不用从洗菜开始，真的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。确定铁锅热了之后下油，然后投入贡丸，稍微翻动炒热之后再来下蒜末。翻炒出香气之后，加入半小匙的糖，炒到贡丸表面呈现金黄。接下来使用无添加的日式香菇酱油，先投入2小匙给贡丸调味，翻炒稍微收汁之后，再把油豆腐放进来。油豆腐进来之后，翻动就要注意稍微轻柔一点，才不容易碎裂。加热后豆腐会开始出水，觉得不够的话，也可以稍微补一些，用中火把味道煮进油豆腐里面。最后投入小松菜的雪里红，轻轻翻动平均之后，再补上2小匙的日式香菇酱油。因为每个人做的雪里红还有买到的贡丸咸度都会有些差距，建议可以试一下味道再来做调整。小松菜下去后煮个2分钟左右，熄火，加入适量的麻油，稍微翻动均匀后就完成了。起锅后要马上吃也可以，也可以保存起来冷藏1个晚上。油豆腐会充分吸收滋味，变得更美味，是非常适合做居家常备菜的一道料理。雪里红建议要在腌制后的1周内吃完，吃不完没关系，冷冻起来就可以了。青江菜的雪里红我们就先切丁，叶片如果比较湿，挤出多余的水分就可以装入保鲜袋拿去冷冻，使用时也不用解冻，冰箱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炒肉，非常方便。像今天就是个忙碌的日子，解冻好的猪肉丝300公克，加入1小匙的糖、2小匙的酱油、2小匙的料理酒，朝同一个方向旋转抓腌拌匀，帮助蛋白质产生粘性，让水分更容易被肉吸收。等水分被肉吸收之后，加入2小匙的油，帮助锁住水分。我这里用的是芝麻油。如果希望肉更加软嫩的话，也可以加一些太白粉进去。想吃少一点精致淀粉的话，就可以和我一样省略掉。接下来大火热好铁锅，不用放油，也不用解冻，直接把冷冻的雪里红投入锅中，透过翻动拨散，让菜逐渐解冻回温。像现在菜还是冰的，出水量还很多的状态时，维持大火可以加速水汽的蒸散。现在菜已经完全散开了，但可以看到水分还是比较多，我们至少要炒到锅底不再水水的。大概像这样的状态，锅子的热度也开始回升，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可以依照个人喜好加入辣椒，再一起翻炒一下。要炒到什么程度就看个人喜好，我自己喜欢稍微炒得干一点，会比较香。最后把菜拨到旁边，下适量的油，大火先让猪肉丝的一面变色之后，再快速的做翻炒。要留意一下，我们的雪里红是腌制过的，带有2% 左右的盐度。
而一般中式的热炒咸度依照客人口味大约是落在 0.8% 至 2% 之间。因为我们的猪肉也做了基本的腌制，后续还想要调味的话，记得要先试吃，才不会把整道菜弄得太咸。喜欢吃蒜的话，也可以在起锅前加进去，快速的翻炒一下。腌制后再炒，青菜的分量乍看之下不多，但其实这包雪里红里包含了整整4颗青江菜，在忙碌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有肉有菜的吃上一餐。简单又盐腌制的各种雪里红，不仅可以为日常的蔬食生活带来不同的风味，也能帮助在缺少时间的时候，快速且有效率的吃到大量的蔬菜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是来自起笑实验室的范雪伦，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，我们下次见。